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 Crypto 加密货币物语之第23期 Tom。那这个本被叫停3次死3次的链为什么还活着？它跟 Telegram 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怎样呢？你知道 Tom 这个链呢，它的 logo 也很像 Telegram， 就大家都知道它是 Telegram 的亲儿子嘛。一开始呢，它曾经是因为 Telegram 而兴起，后来被美国的 SEC 叫停，被法院宣判要叫停，然后被创业团队又放弃，官网都一度关闭了，结果他又回来了。那他后来又更名为这个 The Open Network TON Tom。那这个 Telegram 起源，然后本应该被这个本应该结束它生命周期的链又这样活了下来。它现在又是9亿 Telegram 用户的一个入口，掌握着很大的一部分由 TG 上面来的流量，从 Web2 到 Web3。那么它的整个生命周期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来讲述一下。那它的开局，这个出生即违规，成长的就跑路，然后跑路就又被接盘，被社区接盘，又重新上线啊，现在还在活着。那么它是故事怎样呢？它离谱的是这条链呢，就非常的有戏剧性啊。它离谱的是，曾经一度它的创始人这个 Pavel Durov 都宣布，就是他不再继续支持这个链了，但是又被社区的大家被这个社区的力量托举了。那么真的很有意思啊。Tom 的故事就是第一次叫停的是 SEC 在2018年的时候。Telegram 在 Telegram 为 Tom 募集了17亿美金之后，准备发行这个代币 GRAM， 它就这个 GRAM， 然后 SEC 就下了一个禁令，说你是未注册的证券，禁止发行。那个时候在2018年到2019年期间呢，有很多的币都被 SEC 告过，有这个 lawsuit 有这个起诉书。然后他们的基本上违反的都是那个 Security Law Section 5A5C， 就是未注册证券 Unregistered Security， 就是说这个加密货币算不算证券呢？过去曾经一度在完全没有监管的时代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起诉的。现在已经是7-8年以后了，对吧？今年2025年马上过去了，2025到2026，那现在的很多像稳定币的监管呢，虚拟货币监管，各个国家已经发展了很多。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写过一篇论文，是研究这个各种起诉的，所以说我非常熟悉这个禁令，就是 SEC vs Tom 这个起诉书，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看到。然后在起诉书里呢，就基本上他就说你是 unregistered security， 你是证券，你没有注册，对吧？你没有注册的话，你就禁止发行。那不光Tom，有很多币都被这个 unregistered security section， 这个 section 5A5C of Security Act 就告过。那么法院就判得很干脆了，大币不能按原计划发行了，那么主网也不能继续推进，资金呢也需要退回这个投资者，就合法性就被 SEC 砍掉了。那么这个祸不单行啊，第二步是直接 Telegram 就亲手宣布，这个 Paver 就在2020年就宣布我们就退出 Tom 了，就 Telegram 官方呢放弃了 Tom， 在这个原有的路线图被清空了，团队也受到了一些重组解散呢。那这样就大家就担心它成为一个孤儿链了，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社区分歧啊，这是整个项目被它的母公司抛弃，对吧？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后来这个 Telegram 官方对于这个 SEC 的和解时明确说，就是后来与 SEC 和解了，但是在和解时明确禁止参与 Tom 的研发和开发，并返还大部分资金，也就是 Telegram 官方呢是不能与 Tom 的这条链有过多的联系。那么这等于说告诉整个市场 Tom 这条链是没有官方公司背书的。那对于这区块链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不知道，其实不知道，因为很多链也没有什么官方背书，对不对？而且去中心化，大家其实我们上一期讲到这个 Base， 我们前几期讲到 Base 和 Coinbase 有很大联系的，但有一些没有背靠一些软件或者是社交媒体或者是像这种币交所的链也不一定，对吧？因为社区是 Web3 很大的一个议题，那么如果 Tom 的社区很强大的话，也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官方放弃是绝对的死亡。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官方放弃以后，社群就把它接走了，开发者呢就很多社群开发者 fork 原始代码重启了这个网络，并且组织了 Tom 的基金会。 Tom 呢也被重新命名，就这个 GRAM 被重新命名为 TON， 就是 The Open Network， 就是变成了一个社区推动的公链了。那么这一条被 SEC 判死刑，被公司放弃，被官方切开的链，就现在变成由社区玩家运营了。那么区块链发生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也不奇怪，只是说 Tom 这条链额外的曲折一点，因为它起步比较早，然后被各种牵扯的这个流量很大，因为大家都知道 Telegram 的影响力太大了，大家无论是看什么投资的群还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对吧？各种各样的群都是很自由的一个软件，一度 Telegram 这个软件也是很有争议的嘛。当然今天我们不要主要讲 Telegram， 主要讲 Tom 了。所以 Tom 呢
被这个 SEC 盯上，然后要让他跟这个 Telegram 切割，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只是说现在变成一个社区运营的公链也蛮好的啊。但至于它背后这个实际的社区这些人又跟 Telegram 有没有联系，那就不好说了。那这就是 Web3 的精妙之处啊，总是很模糊，对吧？总是这个界限很模糊，有没有关系呢？反正这个线上是匿名的，然后社区也不完全是这个公开所有的这些对吧开发者信息，甚至是这很多匿名的这个贡献者，你是不知道背后是谁，但也许这也是 Web3 独特之处啊，大家喜欢 Web3 也是个原因。好，那我们来说一下 Ton 的技术面，就我们这个系列主要是讲技术面嘛。那么 Ton 的技术面就由这个Nikolai Durov， 就是他这个就一个很有名的开发者，他讲他这个设计了两个点，一个是多链并行架构，就是 multi chain 的这个架构。那么并不是像以太坊那样有主链加 roll up 加 L2， 对吧？ Ton 一开始就设计成有 master chain 主链加上 work chain 工作chain和 shard chain 分片chain。这个分片链啊，不同链和分片是并行处理的，理论上它是为了很高的吞吐量啊，那它就不必要扩容了，不像以太坊扩容，它自行就带这个并行的高吞吐架构了，是一点多链并行架构。第二就是它在智能合约可以发这个异步消息，就是 Ton 呢不愧是出生于这个 Telegram 啊，它是有支持这个异步通信的，就是说使得各个合约之间的交互不用像传统链那样同步等待结果那样阻塞，就是它这个异步模型简单来说就是能让合约调用的时间响应时间更快，因为它的 message 是异步直接通信的，它这样就会有高性能和低延迟。那么就是因为它架构上并行处理和分片设计，那 Ton 呢在性能测试中展现出了很高的这个很快的确认和处理能力啊。这些设计都是很早就有了，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听很多链都做这个并行处理啊，做这个跨链通信啊，做这个 L1、L2 通信都有了，对吧？但是因为 Ton 有的很早，就在2020年之前 Ton 就有这些东西了，都是 Telegram 这个源自 Telegram 的很多理念嘛。你想 Telegram 最早是对这个链有很高的期待的，他是希望这个 Ton 能够成为上10亿用户准备的，甚至是准备的链啊。那么复活后的 Ton 的这个在技术上是有这些可见之处呢，并且呢，毕竟大家知道它是 Telegram 的一个相关的链，那么 Telegram 有9亿的活跃用户，那么 Telegram 集成了一些 Ton 的功能，那在 Ton 的这个你在 TG 内也是可以发 Ton Coin， 也可以打赏创作者，也可以用 Ton 钱包，也可以运行基于 Ton 的apps mini apps bot 和一些游戏。那么把 Web3 场进一个所有人都在用的一个社交工具，并且这个社交工具是全球著名的自由狂野混乱的社交工具，对不对？所以它能够复活大家也觉得并不奇怪啊，毕竟这个 Telegram 在这么大的压力，你看 Telegram 这个因为它的俄罗斯背景就被西方也是很大的争议，都活得这么有声有色，所以 Ton 也复活也不奇怪。好，我们来收尾。那么 Ton 就是一个这个被打死又复活的一个很顽强的、很强大的、很牛逼的链啊，它被 SEC 被官方抛弃，但被社群复活。但这个社群背后也是有着很多喜欢 Telegram 的人啦。好，这里是 Julian， 喜欢这种两季链的技术面，然后从故事的角度讲一些简单逻辑的，记得 subscribe、likes、comments，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合作与交流也欢迎联系。我们下期见 ，peace。